2002年，一起震惊考古界的盗墓案，意外地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汉文帝霸陵。霸陵，这座承载着西汉文帝刘恒传奇一生的陵墓，长久以来，它隐匿于岁月的迷雾之中，关于其确切位置的猜测与争论从未停歇。直至一场盗墓案的发生，霸陵的神秘面纱才逐渐被揭开。考古队员们在挖掘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地下空间，里面躺着各种各样的大型动物骸骨，有的动物甚至没有人见过，因为它们早已灭绝消失了。从传说中的食梦兽到尊贵的中国国宝大熊猫，再到巨型陆龟，这些骨骸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然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裸体陶俑等更多的谜团逐渐浮出水面。汉文帝为何会选择这样的陪葬方式？霸陵的真正位置又是如何被确认的？这些问题如同一个个未解之谜，吸引着我们深入探索。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我们一起揭开汉文帝霸陵的神秘面纱，探索那些被岁月掩埋的秘密。时间回溯到2002年，在美国的一场拍卖会上，6件神秘的中国西汉黑陶俑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这些陶俑带着岁月的痕迹，出现在索斯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上。它们造型独特，每一尊陶俑的面部表情都栩栩如生。从服饰的纹理到发型的设计，无一不展现出西汉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然而，这6件黑陶俑的出现，却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原来2001年，盗墓贼张小燕在白鹿原盗掘了180件西汉时期的裸体陶俑，几经转手，一部分陶俑被倒卖出境。2002年3月，陕西警方获知，美国索斯比拍卖行即将拍卖来自中国西安的6件裸体黑陶俑，起拍价为每件6000至8000美元。当时距离拍卖开始仅剩下1天2夜，陕西省政府就此向国家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等政府部门发出特级电报，请求紧急追索。于是，一场紧张而艰难的文物追索行动就此展开。时任杨凌考古队队长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焦南峰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与拍卖机构交涉，以11条证据据理力争。为什么说6件陶俑是中国的？为什么说6件陶俑出自陕西？又为什么说6件陶俑是西汉的？最后，在中国驻外使馆的强烈交涉下，6件被盗出境的西汉黑陶俑撤拍。经过多方不懈努力，这6件承载着中国历史文化的陶俑，终于在2003年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回到了西安。6件黑陶俑的回归只是故事的开始。经过众多考古专家的观察研究，这6件陶俑除了体表乌黑之外，其形态、大小、结构与汉阳陵出土的这一陶俑几乎一模一样。随后，相关部门对这6件陶俑的来历展开了深入调查。这就如同一场紧张刺激的侦探剧，调查人员顺着线索层层深入，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一个看似普通的地方——江村古墓。原来，这些陶俑竟是盗墓分子从这里盗掘出去的。而这个江村古墓，便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霸陵的最初线索。这座位于西安东郊的古墓，此前一直静静地隐藏在岁月的尘埃之中，不为人知。2006年，考古专家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来到了江村古墓。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这里进行了抢救性勘探和视觉，他们忐忑而又激动，这座古墓可能隐藏着重大的历史秘密。当考古专家开始对江村古墓进行勘探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座看似普通的古墓，竟然隐藏着一座规模宏大的亚字形大墓。要知道，亚字形墓葬在古代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那可是帝王的专属，普通贵族根本连想都不敢想。
就像一个专属的顶级 VIP 标志，只有站在权力巅峰的人才能拥有。而这座大墓东西墓道总长度达250米，墓葬边长70多米，东边墓道更是长达100多米。与之相比，其他的包括诸侯王的墓道长度也就是30米到50米、60米左右。如此高规格的墓葬，当时的考古队并不知道这墓主人究竟是谁。难道这里就是某位帝王的陵墓？这个疑问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团，笼罩在考古专家的心头，也吸引着无数人对这座神秘墓葬的关注。江村大墓的惊人发现引发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座规格如此之高的墓葬，其主人究竟是谁？一时间，各种猜测纷纷涌现。江村大墓的位置很特殊，它东面0.8千米外是早已确定的窦皇后陵，这位窦皇后就是文帝的皇后，景帝的生母窦漪房。它西南2000米外是南陵，墓主是薄太后，也就是文帝的生母。从这个关系来看，江村大墓的墓主应该与窦皇后和薄太后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接下来，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的相对位置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兴趣。咸阳原上的那些帝陵当初都建有陵园，陵园内都有皇帝和皇后或相当于皇后的墓葬，相对位置恰好与江村大墓、窦皇后陵一样，一西一东。既然霸陵不在凤凰嘴，会不会就是这个具有亚字形皇帝规格的江村大墓呢？为了摸清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关系，考古专家划定了更大的范围进行探测，果然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夯土围墙，东西约1200米，南北约860米，恰好将这两座墓葬圈在同一个区域内。这个区域极有可能就是霸陵的陵园。在江村大墓四周，考古专家勘探发现了115座外藏坑，这些外藏坑围绕着江村大墓呈放射状分布。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7年开始，考古专家对其中8座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同时还发现了石围界和门阙基址等陵园设施。此次发掘主要集中在江村大墓的东北和西南区域，这两个区域就像是大墓的神秘宝库，等待着考古专家去开启。在东北区域，考古专家发现了几座外藏坑，这些外藏坑就像是一个个神秘的盒子，里面装满了历史的秘密。坑内出土了大量的陶俑，这些陶俑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仿佛是一支穿越时空的军队，正等待着人们的检阅。他们有的身姿挺拔，仿佛是英勇的战士，有的面带微笑，仿佛是在诉说着当年的故事。此次出土的裸体陶俑数量足有上千件，在长约40多米的外藏坑里密密麻麻地分布着。这些陶俑在考古学中被称为着伊式陶俑，与汉文帝之子汉景帝杨陵中的陶俑十分相似，几乎如出一辙。这些陶俑面部都是不一样的长相，表情唯一，和震撼世界的秦兵马俑一样，千人千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模样。更神奇的是，有些陶俑还能区分男女性别，有着醒目的性别特征。仔细观察这些裸体陶俑，会发现它们有着独特的制作工艺。它们原本胳膊是用木头另外制成的，外面穿着丝绸或者麻布的衣服。然而，由于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丝麻制的衣服和木质的胳膊这些有机质全部腐朽，这才形成了如今断臂裸体的模样。根据这些年的考古工作情况看，这伊式裸体俑绝大部分出土于汉代皇帝、皇后的陵寝，是专为皇室成员使用的一种高等级陪葬品。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的这批陶俑和汉文帝之子汉景帝杨陵中的陶俑十分相似，几乎如出一辙。这个发现让考古专家非常兴奋，也许这真的是传说中的霸陵。令考古专家震惊的是，在近千件裸体陶俑中发现了几件非常特殊的陶俑，形土俑。这是翰林陪葬坑首次发现形土俑，也是迄今国内首次发现。这些形土俑的脖子
手腕以及脚踝上都有着铁环状的刑具，象征着在修陵时蒸发的各种徭役。根据古人视死如是生的观念，刑徒俑的出现代表着他们在地下世界也要为墓主人继续服务。除了陶俑，还有许多铜器、铁器、马骨、陶器等等文物也相继出土。这些铜器制作精美，工艺精湛，上面的花纹仿佛在诉说着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铁器则展现了当时的冶炼技术水平，它们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有些已经生锈，但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坚韧。而在西南区域的发掘工作同样成果丰硕，这里的外藏坑中出土了许多带有铭文的器物，这些铭文就像是一把把钥匙，为解开大墓的秘密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专家仔细研究这些铭文，试图从中解读出更多关于大墓主人的信息。此外，还有一些漆木器的遗迹被发现，虽然这些漆木器已经腐朽，但通过残留的痕迹，依然能想象出他们当年的精美模样。特别让考古专家惊喜的是，他们在这些外藏坑中发现了大量明器官印，官印上的文字为车府、器府中其千人府印、苍印中司空印等。根据考古资料，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世官署府库建造。江村大墓的这些官印是墓主皇帝身份的有力佐证，因为其他人绝无可能率领这些行政机构来治理天下。除此之外，考古专家在对江村大墓周边的外藏坑进行细致发掘时，偶然发现了一些形状奇特的动物骨骼。经过专业的鉴定和分析，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骨骼竟然属于大熊猫和陆龟等珍稀动物。这一发现让所有人都兴奋不已，因为这些珍稀动物在现代社会都极为罕见，更何况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一共发掘了23座动物殉葬坑，动物的殉葬坑中还有陶棺、专栏和木椁、随葬陶罐、陶俑等，宛若管理动物的饲养员和饲料。这几乎可视为一个庞大的地下动物园，发现的动物种类共计11个属种，还全是珍稀野生动物，其中甚至有如今已经灭绝的生物。传说中的石梦兽貘，这是一种曾经在我国存在但如今已经灭绝的生物，而石梦兽的传说更让这只动物蒙上了神秘色彩。宋代以后，随着貘逐渐从中国的消失，人们对于其形象的模糊，一度也有人认为貘是大熊猫的别称。但这次在外藏坑中同时发现貘和大熊猫的骨骼，证实了貘和大熊猫自古以来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国宝大熊猫在这座墓葬与南陵的动物殉葬坑中都有出现。看来2000年前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已经作为国宝级动物登顶皇家动物园。印度野牛，这可是现存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牛之一，还有靴脚陆龟、狍子、金丝猴、猕猴等等，种类多得跟动物园似的。飞禽也不少，丹顶鹤、金雕、绿孔雀、褐马鸡这些珍贵的鸟都有。最神奇的是，南陵还疑似出土了现分布于非洲草原的地栖鸟，真是让人感到稀奇。此外，这个墓葬与南陵的动物殉葬坑走向有所不同，这里的兽类动物头骨均在东边，朝向这个墓葬；南陵的兽类动物头骨均在南边，朝向博太后南陵。通过对动物骨骼的鉴定和分析，考古学家发现这些动物均为杀殉，且是在殉葬前经过精心挑选的健康强壮的个体，能够坐拥这个庞大的地下动物园墓主身份绝非平常。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这个动物殉葬坑成功入选 Archaeology 考古杂志2023年度世界10大考古发现，并成为当年入选的唯一一个中国考古发现。Archaeology 杂志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评选的世界10大考古发现备受全球关注。回归正题，考古队经过仔细的发掘和研究，终于确定了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的关系，其符合西汉帝陵帝后同营义学的葬制。江村大墓、窦皇后陵及其周边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
综合相关历史文献和考古研究资料，考古学界一致认定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2021年12月14日，这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的线上会议上，正式对外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经过多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的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这一消息如同一声惊雷，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标志着一个困扰了人们千年的历史谜团终于被成功解开。那么汉文帝刘恒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为何说他的身世充满传奇色彩，就像一部精彩的历史大戏？他的母亲薄姬原本是魏王魏豹的妾室，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魏豹本是刘邦的盟友，共同对抗项羽。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突如其来。有一次，魏豹找著名相士许父为薄姬看相，许父竟断言薄姬将来会生下天子。这一预言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魏豹心中的波澜。他心想，既然自己的女人能生天子，那自己岂不是有天子之命？于是魏豹毅然背叛刘邦，妄图在乱世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幻想着有朝一日能登上皇位。但现实却给了魏豹沉重的一击。他的实力远不及刘邦和项羽，在残酷的战争中很快就败下阵来。魏国被汉军攻破，魏豹被俘，薄姬也被送进汉宫的知室，成为一名普通的织女。在这里，薄姬每天都在织机前忙碌，生活平淡而又艰辛。她或许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样平淡无奇地度过了。然而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一次偶然的机会，刘邦来到织室，看到了薄姬。薄姬的容貌虽然算不上倾国倾城，但却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吸引了刘邦的目光。就这样，薄姬被纳入后宫。但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中，薄姬并没有立刻得到刘邦的宠幸，她就像一颗被遗忘的明珠，在角落里默默等待着。1年多过去了，薄姬依然独守空闺。幸运的是，她在魏豹宫中时的2个好友管夫人和赵子儿却得到了刘邦的宠爱。这2个好姐妹并没有忘记与薄姬的约定。有一次，她们在刘邦面前说起了薄姬，言语中充满了对薄姬的同情。刘邦听后心中一动，当晚便宠幸了薄姬。这一次宠幸改变了薄姬的命运，她幸运地怀上了孩子。公元前203年，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为刘恒。刘恒的出生并没有改变薄姬在后宫中的地位，刘邦依旧很少关注他们母子，薄姬也并没有因此而争宠，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刘恒的培养上。在母亲的教导下，刘恒从小就养成了谨慎宽厚的性格。他勤奋好学，对道家的黄老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为他日后的治国理念奠定了基础。公元前196年，年仅8岁的刘恒被刘邦封为代王，封地位于今天的山西一带。代国地处北方边境，与匈奴相邻，条件艰苦，且时常面临着匈奴的侵扰。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刘恒得到了锻炼。他深知百姓生活的不易，因此在代国期间，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致力于发展生产，使代国的经济逐渐得到了发展，百姓生活也相对安定。在代国的日子里，刘恒与母亲薄姬相依为命。薄姬时刻教导刘恒要保持低调、谨慎，不要卷入宫廷的纷争之中。刘恒也谨记母亲的教诲，他在代国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远离了长安宫廷的权力斗争。他的这种为人处事的态度，让他在朝中大臣和百姓中都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逝，这个曾在西汉政坛上叱咤风云的女人，终于离开了历史的舞台。吕后的去世引发了西汉朝廷的一场巨大动荡。吕氏家族长期把持朝政，
他们的专权引起了朝中大臣和刘氏宗亲的强烈不满。在吕后去世后，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大臣们迅速发动政变，一举铲除了吕氏家族的势力。吕氏势力被铲除后，谁来继承皇位成为了大臣们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当时刘邦的众多子孙中，齐王刘襄实力强大，且在铲除吕氏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自认为有资格继承皇位。然而大臣们却对刘襄心存顾虑。刘襄的舅舅嗣君为人强势，大臣们担心如果刘襄继位，可能会导致外戚势力再次专权，重蹈吕氏的覆辙。而刘恒这位一直远离政治中心的代王，却进入了大臣们的视野。刘恒为人宽厚仁慈，名声在外。他的母亲薄姬也为人低调，没有强大的外戚势力。在大臣们看来，刘恒是一个理想的皇位继承人选。他们认为刘恒登上皇位后，既能稳定朝政，又不会对大臣们的权力构成威胁。于是大臣们派出使者前往代国，迎接刘恒进京继承皇位。当刘恒接到这个消息时，他感到十分惊讶和犹豫。他深知宫廷斗争的残酷，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皇位心存疑虑。他与自己的亲信们商议，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圈套，劝他不要轻易前往长安。但刘恒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前往长安一探究竟。刘恒带着少量的随从，小心翼翼地来到了长安。在进入长安之前，他先派自己的舅舅伯昭前往京城，与大臣们进行沟通，了解情况。在确定大臣们是真心拥戴他后，刘恒才放心地进入长安。在众大臣的拥戴下，刘恒正式登基称帝，成为了西汉的第5位皇帝汉文帝。刘恒的登基标志着西汉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为西汉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他的传奇身世也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佳话，被后人传颂至今。公元前157年6月，刘恒崩于长安未央宫，享年47岁，庙号太宗，谥号孝文皇帝，葬于霸陵。汉文帝陵之所以命名为霸陵，并非字面上霸气的意思，这里的霸是指灞河，霸陵因靠近灞河而得名。相反，汉文帝提倡薄葬，他明确表示陵墓修建因其山不其坟，因而霸陵地面无常见覆斗形封土。这种独特的丧葬理念在霸陵的考古发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大部分文物都是陶俑，除此之外就是陶器，还有铜器、铁器小件。不过汉文帝是个狩猎爱好者，这在史书里有记载，他经常带着人出去打猎，还特别关心上林苑里的动物，所以给自己建个地下动物园，让他在地下也能享受狩猎的乐趣，这事儿说得过去吧。但是这种大型珍禽异兽的动物园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有的，这是墓主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西汉后期的帝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陵墓里，这种动物园就越来越少见了，活生陪葬也开始以俑代替，动物陶俑成了随葬冥器的重要种类之一。地下动物园这一陵园配置也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汉文帝霸陵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开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下世界。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汉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感受到了汉文帝刘恒的个人品味和价值观。这些珍贵的文物和考古资料，如今已成为研究汉代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吸引着无数学者和游客前来参观研究。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霸陵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研究，让这座古老的陵墓继续诉说着历史的故事。让我们共同期待霸陵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发现，一起守护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本期视频就讲完了，非常感谢能看到这里的观众。如果您对视频有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互动，喜欢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
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